哎呀，炎炎夏日啊，时间来到7月了。哇，这个在外面通常走路呢，很多民众啊就会像我一样拿一个这个小风扇，对吧？这个小风扇呢打开啊，感觉好一些，对吧？可是呢，在屋内的情况下呢，是没有办法一直拿在手边一直吹的嘛。所以呢，在家里啊，至少对吧，也要呢拿一个这个电风扇来开着吹，对吧？可是呢，我们都知道现在这种夏天的高温在屋内的气候你光是拿电风扇这样吹也不是办法。更不要说对于许多公共场所有没有什么方式最快？哎呀，开冷气最快嘛。好比说像我在这个室内露营的话呢，那基本上一定是开空调的，俺也一样。不然的话，开玩笑，虽然说穿着一件冰丝的凉感衬衫但是呢，如果不开空调啊，根本就热得受不了。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呢，已经连续好几年都有一堆人呢活活被热死，而这个现象呢，既不是发生在非洲，也不是发生在中东，这么光怪陆离的情况，居然发生在最文明、最先进的欧洲大陆上，不管是德国啦、法国啦，还是整个其他的欧洲国家，只要是左派执政无一幸免，民众要付出的惨烈代价呢，那就是热死。这个热死的情况有多严重呢？我们话不多说，就立刻先到欧洲，好好的把这个最新的热浪现象以及热死人的数目呢，把它挖掘出来。你们能想象吗？2026年夏天，巴黎气温冲到40多度，养老院的老人一个接一个热死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德国医院手术室温度高达38度，医生要求家属从家里带冰袋过来降温。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这天欧洲因为太热而死亡的已经超过1300人。由于欧洲空调安装限制而造成的死亡风险，比在美国受到枪击死亡都高出65%。或许4年，欧洲已有超过20万人因高温死亡。按人口比例算，欧洲死亡人数稳居高温死亡人数全球第一。注意，不是非洲，也不是中东，是欧洲。好恐怖啊！在上个星期，整个欧洲比历史上平均气温增加了3到10度，有的地方甚至高达45度。这个极度的热量让欧洲人都感觉受不了，疯狂购买中国制造那些免安装可移动的分体式空调，甚至出现有消费者开车200公里去抢货，还有外国的代购利用240小时的免签过境，专门来中国采购托运回去的事，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就叫做东升西降，或者叫做东冷西热。我有一样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欧洲会热死这么多人？欧洲特别是法国、德国，近10年吸纳了数以百万计的来自非洲、中东的移民，这些人住在撒哈拉沙漠那样的环境里，应该早就习惯了。既然法国和德国已经搞了多元化，种族已经混血起来，把肤色也混深了，按道理来说，热死的人是没有理由比去年、前年大量增多的，应该减少不可思议啊！都什么年代了，今天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非洲或者是中东这些还不开发的国家也就算了，但是对于欧洲这么几百年早就已经是已开发国家来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安装冷气嘛。怎么会民众到最近才疯抢冷气呢？而且大家要注意这些疯抢的冷气都还是属于那一种直立式的移动式冷扇，严格意义上不是我们家中所安装的这种独立的窗型或者是分离式冷气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会在好端端一个科技已经进步了几百年的欧洲大陆身上，会看到这么落伍的现象呢？根据我们深入调查我们就以这个最左，也就是左派发源地，经过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为例，得出了以下令人震惊的事实，那就是他们的冷气普及率恐怕这周欧洲大部分地区在罕见的热浪中备受煎熬。法国巴黎的气温天天高达40度，气候变化或许可以解释异常的高温，却无法解释为何欧洲人必须在闷热的床上辗转难眠。长期以来，因能源成本和环保主义者的影响，法国并没有普及空调，即使把电风扇计入在内，也只有 25% 的家庭有冷却系统，装空调的家庭仅有 7%。不仅是住宅，拥有温控系统的公共机构建筑也极少。全法国约 4.5 万所公立学校中，仅有 7%配备有制冷系统应对高温，像医院这样的大型医疗综合设施，患者病房里居然也没有空。一些法国医院不得不靠手头有限的资源临时凑合，甚至是在窗户上贴上救生毯来对抗高温。一个刚接受重大手术的婴儿，唯一用得来的工具就是一个小风扇。在夏季首波热浪来临时，操千所学习，小因此体
客。他们也在使用这些临时措施，甚至是家长们自费购买并安装了这些隔热材料。同时，在巴黎多条地铁线路也未安装空调。尽管自诩为生态环保加现代性的先锋，但在高温导致的死亡率方面，巴黎却有着非常糟糕的记录。我们说事发总有个原因，干话呢总要有人来听。这个法国啊，冷气普及率之所以如此低啊，绝对是事出有因。而这偏偏呢，就是一群长期在欧洲大陆把持的白左政客精英们的干话所使然啊。这个法国、德国、英国政府都祭出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环保主义政策，导致啊，光是在你自己家想装一台冷气啊，都难如登天。可以说，从建筑法规到所谓的意识形态，无一不是呢，在处处绑架、洗脑着法国的选民。开玩笑，我们说为什么欧洲面对热浪的时候情况这么恶劣呢？其实不是单单看温度，一部分原因是欧洲那个建筑设计不像中国、美国、加拿大，90%的家庭都是有空调的，但偏偏欧洲，包括英国在内，拥有空调的家庭只有不到20%。其实他们的房屋的设计根本就没有预计过这么高的温度。欧洲那些屋子前后2个门，然后全都是隔热层，双层玻璃吸了热之后根本就不会散热。尤其是那些建了100-200年的历史建筑，保温隔热是给冬天准备的，夏天就变成了大考山。按理说这时候最该做的就是大规模普及空调，对吧？错了，欧洲的白左政客和环保精英们告诉你，装空调会加剧全球变暖，你们要适应气候变化。怎么适应？关紧窗户像蒸桑拿一样忍着。层层叠叠的法规和意识形态阻挠，更是阻止了欧洲普通家庭安装空调的事。在法国，历史建筑不能改外立面，室外机会破坏美观，公寓是共同产权，装一台空调要邻居签字，业主委员会同意，很多城市还要市政府发许可证，人工费也贵到离谱。买一台空调安装加审批费用能达到机器价格的2到3倍，总价飙升到几千欧。更变态的是，法国2020年生效的 RE2020 建筑法规整整1892页，这玩意从来没经过议会的公开辩论就成了铁律。这个法规的核心指标叫生物气候需求，它惩罚任何主动制冷的措施。你申报装空调，系统就假设你晚，让窗户全关，自然通风的降温效果直接归零。然后它逼着开发商加更厚的隔热，更多的遮阳，成本直接起飞。更离谱的是，计算碳排放时用的是每度电64克二氧化碳的假数据，而法国实际电力碳强度只有20克左右，夏天核电多的时候甚至低至15克，整整高出3倍的数据，就为让空调看起来更罪恶。结果就是整个欧洲装空调的居民住宅都没有多少。大家不要觉得这真的很夸张哈。如果说在美国左右派之争的路线尚且我们还可以归类在这个什么性别的光谱上啦、跨性别上啦，是否要驱逐非法移民，还是支持非法移民留下来，这些种种的政治问题上的，那法国的左右翼政党之战啊，根本就是一场冷气大战。法国的左派政党甚至痛斥这个安装冷气的这种呼吁，根本就是极右翼行为。你别觉得真的好笑，确实由勒庞所在的国民联盟这个右派政党呢，就一直强烈的呼吁要来制定这个全国性的装冷气计划，结果搞的这个极端环保主义呢，在欧洲反而是一场左右派对决的焦点。更荒唐的是，法国的左翼已经把空调议题给政治化了，以白左的绿党为主的法国左翼，以环保为由反对大规模安装空调，甚至把装空调称之为极右翼行为。在他们的语境里，空调对环境有害，而且根据法国媒体常用比喻，还会导致热休克这种只有在法国中产地区才有的原产地保护性疾病。追求在大夏天享受制冷已经成了一个道德问题。没有人认为1月份给公寓取暖的老妇犯有气候上的堕落，但同样是这位老太太在7月份想让卧室凉快些时，却会被要求思考一下节能节欲。极左的不屈法国党党首梅朗雄甚至说，安装空调就是造成更多的破坏。这正是因为勒庞领导的右翼国民联盟一直强烈呼吁制定全国空调大计划，他们一直推动在学校、医院和养老院安装空调的行为。中间派的马克龙政府承认这是必要的，但认为普遍安装可能会加剧气候变化，因此他们建议改善建筑隔热性能并增加城市绿化空间。所以白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反科学、反 AI、反自然、反舒适、反一切的大杂烩。他们只有在人们赤身裸体的生活在森林里，以当地的植物为食时才会满意。当然，这不包括他们自己，他们会继续乘坐有空调的飞机环游世界。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法国人想尽办法纳凉，在高温期间涌入拥挤的免费泳池和河道，以及塞纳河畔新划定的游泳区域。在巴黎部分市镇，居民甚至不顾水污染，禁令跳入河中，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避暑方式。因此，每年的夏天，法国因热浪导致溺水的事件都在激增。该跳呗那海水可凉啊。
仅去年从6月初到7月就有700多人溺水身亡，放眼到整个欧洲，每年估计有6万多人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不过这么疯的情况啊，坦白说，罪魁祸首也不是法国，而是欧盟。事实上，欧盟啊早就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这种极端环保主义的政策，才导致了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只要是最左的几个国家哈，基本上啊。可以说，民众呢，全部都是受害于这种大政府主义之下。简单说就是啊，给你自己决定冷热的权利都没有。罪魁祸首之一是欧盟的建筑能源性能指令，该指令明确将空调视为一个问题，声称它会造成峰值负荷期间的严重问题，增加电力成本，并破坏能源平衡。为了解决空调这个问题，该指令要求建筑商转而投资于被动制冷，如百叶窗、遮阳帘、气流组织。这不就是搞笑吗？被动制冷叫被动，就是因为在持续高温期间，它无法有效的主动降低温度。在规范安装空调受到监管的同时，欧盟官方机构还发起了一场宣传攻势，试图从道德层面否定空调的合法性。欧洲环境组多年来为媒体报道树立了定调，界定空调的安装为社会公正问题，并指责人们使用空调是不道德的，理由是这会阻碍人们可能因此无法适应自然的高温。欧盟对空调的讨伐是导致不必要高温的最明显原因。建筑能效指令对建筑设计的影响也同样关键，通过在新建的房屋中使用隔热材料、热回收有大面积玻璃窗和其他蓄热技术。欧盟和各国的立法创造了一类在夏季根本无法降温的建筑，为了尽可能降低冬季的供暖成本。欧洲在欧盟法规实行期间建造的房屋，在冬天保暖效率极高，但在夏天却会失控升温。欧盟还强制执行了能源性能证书制度，与贴在新电子设备上的标签如出一辙。这一制度旨在告知租客和买家他们所看房产的能源需求。不仅一些政府规定了某些评级为强制性要求，而且大肆宣传能源成本的市场效应，也显著改变了消费者和建筑商的行为。然而，这种制度仅专注于能源使用成本和温室气体排放，却避而不谈建筑物在夏季可能如何升温。建筑商和房东受到激励去降低冬季的总取暖成本，却完全不考虑对夏季热国的影响。事实上，安装空调装置会对这一评级产生负面的影响。这是在炎热时期，为了避免难以忍受且不健康的酷热，而安装空调是绝对必要的行为。在这些法规的怂恿下，加之对那些希望改善住房的人普遍持有的敌对监管态度，许多欧洲国家为那些想要给房屋降温的人设置了许多障碍。在许多西欧国家，尝试安装空调甚至是欧盟批准的外部百叶窗都可能被淹没在欧盟无尽的规划要求、环境许可、噪音限制、遗产保护、房东同意和共有产权批准等监管海啸中。这种文化上的猜疑和高压监管相结合，其最终结果是使欧盟在空调普及方面成为一个国际上的异类。一干发达国家一到夏天内，连个空调房都难找。但比国际对比更重要的是生活质量的下降。过度的炎热不仅令人不适、损害健康，还会限制人的活动。归根结底，这是欧盟近年来白左搞的绿色政策的又一个例子。普通欧洲人的生活水平被牺牲，以达成可持续发展目标。当然，在许多建筑中熬过几个炎热的夜晚，并非世界末日。但如果将缺乏空调与强制回收、拧不下来的瓶盖、车辆税、自动溶解的纸吸管、塑料袋收费以及押金退还计划结合起来，这些气候辞职券行为所积累的代价简直令人无语。在这日常的麻烦之上，欧洲人还被迫在环保主义的祭坛前做出更深的牺牲，负担不起的能源账单、企业外迁以及强制性的房屋翻修。不知道欧洲人要多久才能反应过来，这帮布鲁塞尔脱离民众的政客们，就是他们生活一团糟的罪魁祸首。不过呢，我觉得如果今天这些白左精英政客们，他们真的这么相信夏天用冷气呢，在2050年会造成全球多了0.05度的气温，那这个呢，我也没话说。但问题就是他们自己的双标其实完全暴露无遗。事实上，在欧洲呢，这些政客、这些坐在政府的高级办公室里面的官员们呢，没有一个是不吹冷气的，更不要说往来搭乘都还是商务舱的高档飞机。那出席任何的礼节，全部都有空调，那一点都没有环保啊！凭什么却要求民众来买单呢？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再深一层揭开的，那就是到底这个极端环保主义，姑且不论它有没有理想性，问题就是这里面怎么充斥着人为的双标呢？而竟让人绷不住的就是精英阶层的双标。德国公共广播 ARD 直接发起停止使用空调运动，标题就是空调让我们凉爽的东西正在加热地球。计算表明，使用空调可能会为2050年的全球变暖增加0.05度的温度。不过宣传人员们倒没忘记给自己降温。今年 ARD 的子公司公开招标在宣传人员办公的建筑物内安装空调。欧盟委员会那边更离谱，热浪来了，下面7成普通员工
工的空调全关了，高层包括冯德莱恩所在的13层照样开着，这就是欧洲的种姓制度，婆罗门们永远有空调。虽然早知道欧盟官僚主义严重，但我真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见欧盟官僚丝毫不加掩饰的使用特权，而且还是自己正在高举道德大旗的状态下，连装都懒得装一下。法国环境部长莫尼克·巴尔布特在电视上痛斥老百姓贪图享受，像装空调是近乎犯罪的行为，问难道你们没人考虑气候变化吗？结果呢，他自己和政府官员的办公室里全都装了空调，他个人还持有空客、达索甚至一干能源公司的股票，还有价值220万欧元的巴黎公寓和58万欧元的海边豪宅，这些房子当然也都装了空调。政府的宣传机器一边把开空调说成有罪，一边给自己的办公室招标安装空调。法国世界报频频刊文讨论空调是假的好主意，是不当的适应，系统性加剧了全球变暖。然而这个报纸的巴黎总部由30电机配备了1100千瓦的制冷功率，配备2个冷冻水机组为整栋建筑提供制冷。英国伦敦康布登区议会甚至派检察员强迫居民永久拆除已经装好的家用空调，理由是违反近零排放的规定，要优先自然通风。有的欧美人就发现了，中国养猪场里的猪都有空调，英国法国人却热得像蒸笼。欧洲网友一句英国人连猪都不如直接上了 X 的热搜，这就是欧洲现在最为荒诞的景象。统治者坐在冷气房里，拿着高薪和股票告诉底层民众，为了地球你们就热着。以前历史上的暴政或者威权，无论其内部腐败到什么程度，其名义上的合法性基底至少还是人或者祖国。欧洲的合法性都升级到后人类主义神学了，只爱环境动物，连人都不爱了。这种用了空调就会造成全球变暖的失智讨论，真是让人绷不住。本质上这东西跟全球变暖1毛钱关系也没有，纯粹是道德主义演变成寄生性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结果。你乍一听他们的说辞好像开空调有很大罪过一样，但虽然发电占了一部分碳排放，但是农业、交通运输，甚至现在的 AI 运算所消耗的能量和电力也都不是小数目。我们其实从来没有听见过那些环保人士叫你不要用 AI， 更加不要说很多所谓环保组织和联合国每年飞去日内瓦联合国总部开会，那些都是碳排放。联合国总部是一定有空调的，但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去质疑这些碳排放呢？而只是针对那些普通平民要生存或者享受生活的空调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些全部本质上都还是阶级斗争，表面上将道德的责任放到每一个使用空调的人身上，但是对于其他世界上更加大的碳排放的议题就视而不见。所以其实说开空调是污染地球，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种人类的生活都是会影响地球的。这个当然就是白左他们自己的叙事里面这样说，让他们就能够有一个可以写论文、做研究、开会的安全批判对象，不会得罪任何大产业和利益集团。但是我们人类是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的，面对30-40度的高温，那些人还说心静自然凉，不是热爱环保，而是纯疯。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息、数据和新闻被政治势力高度控制的时代。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 CNN， 他们都是在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在选择性发布倾向性极强的所谓科学资料。瑞典的环保少女到处宣扬绿色环保生活，都被人揭露她每次都是坐飞机，她3餐一样在吃麦当劳，吃麦当劳的时候制造大量的纸袋垃圾，所以这些都是虚伪的表演而已。我们来对比一下真实效果，美国因高温死亡人数每年约1700人，欧洲却有6万多人。美国90%以上的家庭有空调，欧洲只有20%。经济学家研究显示，美国20世纪因极端高温死亡风险下降75%，主要就归功于空调的普及。新加坡的李光耀把空调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正是因为空调，这个热带国家才能在全年保持生产力。而在欧洲，气温刚到27度就会发高温警报，超过25度每升高1度，人的认知能力就会下降2%。学生、工人、医护全在高温下硬扛，效率直线下降。世卫生组织关于高温的报告200页里，只用1页勉强提到空调，然后花2页半讲它的弊端。这已经不是科学建议，这就是绿色宗教的布道，是意识形态寄生到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结果。他们把少即是好、去增长变成了新的宗教。能源不再是改善生活的工具，而是需要忏悔的原罪。这其实就是后基督教时代世俗化的西方把基督教其他的东西都去掉，只剩下忏悔的新宗教狂热。他们管不了碳排放，管不了大规模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却把枪口对准自家老百姓的空调。更根本的是，他们的逻辑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既然把冷气耗电视为罪恶，那为什么替电动车巨大电池充电所消耗的电力却被称赞为进步呢？被激进环保教条支配的欧洲大陆，如今面临的并不是保护环境的问题，而是对人命的侵蚀。更可怕的是，这种狂热正在把欧洲推向衰落。汽车产业被中日韩美吊打，基本盘业务不断流失。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福利压力，未来30年，欧洲会有国家陆续破产，不是 VES， 而他们还在为了纸面上的低 PE 能效评分，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漂亮
亮口号，让民众在现实中热死。这就是现在欧洲人面临魔幻现实。好，那最后跟大家科普一个有趣的小知识，那就是最早欧洲会发展出这种极端环保主义，可以追溯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就是让·雅克·卢梭。那卢梭呢，他虽然出生在一个日内瓦新教的加尔文派的家庭，但是卢梭很早呢，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让他成为了一个我们讲的后来带有一点异端色彩的这种所谓的自然神论就使得卢梭也是跟基督教一样，相信宇宙间有一个创造秩序的上帝，但是呢，他不相信人有原罪说，也否认掉了耶稣基督的神性跟他的神迹奇事。所以这种自然神论观会比较崇尚的自然的道德律呢，应该是一切最高的准则跟法则。那你会发现这个其实跟基督教呢有一点点稍微不同的地方，就是基督教除了相信宇宙是有一个最高的道德律，自然运行的法则是由神所创造的物质真理之外呢，但是基督教仍然相信说上帝造地球呢仍然是以人为中心，也就是说人的那一口被上帝所吹的那一口灵气呢，人的价值以及神圣性是要高出许多。但是因为自然神论观来讲，它就没有了这一点，它就比较有点像是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众生平等了。所以也因此呢，就在一直到后来二战后的反体制运动，跟在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到左翼思想在二战后的崛起的结合呢，就更加推崇这种极端环保主义。环保主义本身并不是不好，但是极端环保主义呢，就会变成认为说这个人死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终究也只是这个生态系的一部分嘛，所以热死几个人呢，相对来讲是不是就显得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救地球是更重要的嘛。那你说这种想法对或错呢？这个就坦白说，这已经算是一种宗教观了。极端环保主义就是一种可以说是自然神论的宗教观的，那就是并不觉得人有那么重要。但是对于保守主义我们而言呢，我们虽然相信我们仍然要爱护地球，可是我们也更相信的人命是很可贵的。那到底我们该如何取得环保跟人命之间一个平衡呢？我们比较倾向的是说，人不可避免制造的一些碳排放量或者说碳排放足迹呢，我们可以减少碳排放，但是都不应该去牺牲掉人自身的健康或者说自身的生存权，因为人的价值来讲的话，仍然是万物之灵。所以相对极端环保而言呢，保守主义会比较稍微审慎。因为现阶段的环保主义，要是真的照左派这种思维下去的话，那坦白说，人都应该回归到马车时代，因为汽车的碳排放量那都是远远高过以前的马车时代嘛。我们相信，因为人的碳排放量和严重的加剧气球温室效应暖化的现象，我自己是学生物的，我认为确实是有。如何在这里面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呢？我想这才是我们人的智慧必须要来认真讨论问题。可是如果要上升到说把人的生存权利剥夺，以至于来帮助削弱这个全球气候的暖化呢？那我想这么高尚的情操好不好？目前只有欧洲人做得到了所以呢，我个人是非常不排斥他们目前这种极端环保的行为，但是只能说呢，这确实会使得在欧洲许多人实在是热到活不下去。你有病！你有病！那么不知道今天大家看了这集的影片之后，有没有觉得好像怎么看着看着就突然觉得自己周围还算是凉爽了许多呢？想想欧洲的人嘛，我敢说此时此刻的你呢，就算没开冷气恐怕都添了许多的凉意那么不论呢你对这一集的内容有无任何的批评与指教呢，都欢迎踊跃在下方留言给我，哪怕你有认同或不认同的，都可以分享出来，我绝对不删任何一则留言。我们这里是超级神队友，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拜拜。